随着众人的努力，终于将深埋在地下的棺椁给抬了出来。要想知道古墓里沉睡着是谁，当专家打開棺椁的瞬間，出現在眼前的竟然是刻有老字的木牌。要知道，這座古墓出土的位置就在河南鹿邑縣，這可是我國古代著名文學家老子家鄉，所以專家斷定自己挖到了老子墓。然後呢，有古文的專家，他看了以後，他第一句話就是：“上面像個老。”我說帶字啊，他們非常高興。結果呢，說是不是老子啊？現場人一片興奮啊，歡呼啊，說是挖了老子墓了是。但是十分奇怪的現象也出現了，在古墓出土的土方下，竟然有10具妙齡少女陪葬。在所有人眼裡，老子可謂是才華橫溢、追求清淨、薈人不倦的哲學大師嗎？就是這樣的一位富含文學修養的哲學大師，難道也擺脫不了世俗的七情六欲嗎？還是歷史又一次跟所有人開起了玩笑呢？原來老子也是表面清淨、內心波瀾的偽君子。對於這樣的好奇心，專家也是加快古墓的挖掘工作。隨後古墓中出土的陪葬品也是層次不窮，有戰國時期的青銅器，也有各式金銀器具。當所有人還在懷疑是不是老子的時候，古墓中出現一座銅鼎，更加確認了老子的身份。那麼古墓的墓主人到底是誰呢？我們點個關注，點個讚，繼續接着往下看。在1997年，位於老子李耳家鄉的河南鹿邑，開始了有關於太清宮的遺址考古。在場的人當時誰也沒有想到，這一鏟子下去，竟然發現了一個巨大的秘密。在這座所謂的遺址下面，出現了一座中字形大墓。在專家的進一步調查中，認為這可能是老子的墓葬。而這一次的考古初衷和目的是解決這幾年出現也是比較熱衷的名人故里之爭。雖然在歷史上對於老子的故里記載的還是比較明確，但是招架不住名人效應。從老子的平生經歷來看，老子是道家的創始人，著名的思想家，甚至連後世大名鼎鼎的孔子都對於自己搞不懂的問題跑到洛陽請教老子。此外，老子那本赫赫有名的《道德經》到現在都是哲學經典之一，而這座太清宮也是後世為了紀念老子修建的。而這次的考古的確也是為了挖出更多有關於老子的歷史痕跡，特別是當地人祭祀老子的物品，這樣就可以進一步的證明老子的故里的確屬於河南鹿邑。不過，因為歷史的滄海桑田，太清宮遺址的考古工作因為地面的建築進度緩慢，不過在一座小學操場的荒丘之上，考古隊一鏟子下去，挖到了不得了的東西。首先出現在眾人眼前的是2個人工祭祀坑，並且在這個土坑裡面還有4匹馬的骨骼。從現場的發掘來看，考古隊首先可以確定的是，這座墓葬的規制還是比較高的，因為大型的車馬坑一般就是諸侯級別的墓葬。在這個車馬坑出現之後，當地也是比較關注，因為大家都想迫切地知道這個墓葬究竟是不是老子的墓葬。根據歷史的記載，老子在函谷關和自己的朋友會談以後，就西出不知所蹤。但是老子最後有沒有可能回到自己的家鄉呢？帶着這樣的想法，考古隊和當地政府進行了大量的工作，特別是對於這片墓葬上面的房屋進行了妥善的安排，然後大規模的發掘開始了。玉樹，一座大墓漸漸地出現在人們的眼前。從規格上面來看，這是一座有着南北2條墓道的中字形狀的大墓，並且這座墓的墓道近乎到了讓人吃驚的50米。但是這樣的墓葬也讓這座墓是老子的墓葬想法徹徹底底的推翻，因為老子擔任的官位以及自身所擁有的財富，不可能讓老子可以有條件來修建如此龐大的墓葬，並且從理智上來說，老子也不可能修建如此的墓葬，特別是老子還是掌管書籍和官員，不可能不知道這一點。在接下來的發掘之中，考古隊首先在墓道口的位置發現了一具殉葬的屍體，但是不太清楚的是，
這個殉葬的人殉為什麼只剩下了一半的屍體？在這座墓葬的2層台兩側，考古隊又發現了一具人殉，而從相關的判斷來看，這些人殉的年齡都不大，只有16、17歲。這一點的發現也印證了這座墓葬應該不是老子的墓葬，因為老子的道家崇尚無為而治，這種血腥的殉葬方法顯然和老子的初心和思維是大相徑庭的。而在一端的墓道口，更是發現了8人的人殉，其中還有3名幼童。這位墓主人所採用的人殉殘忍程度在歷史上來看都是比較罕見的。而接下来的主墓室發掘出土的器物更是讓在场的人感到十分震驚。首先就是象徵天子身份的青铜鼎的数量，大家都知道一言九鼎的說法，哪怕当时的周天子在青铜鼎的使用数量之上也只有9個，而在這座墓葬裡面出土的青铜鼎的数量居然達到了驚人的22個。從這點來看，這位墓主人顯然已經是預制了。那麼這個墓主人究竟是什麼人呢？在相關的青銅鼎的出現之後，在場的考古队就發現這些青铜器上面都存在着铭文，而铭文對於確定墓主人的身份是一個十分重要的依據。因為首先從歷史目前可掌握的記載來看，鹿邑這地方似乎歷史上沒有存在過什麼君王，但是在青銅器上面，考古隊首先發現了3個字长子口，那麼也就可以看得出来，這地方是一個叫做长國的封国，並且從相關的器物造型來看，這些器物基本上也是商朝末年到西周初年的物品，和老子所在的年代相去甚遠。在其他考古文獻中，曾經發現過商朝甲骨文的古詞，其右長子為歸至王受佑，說的是商王問長國的國君向我上貢歸了嗎？长子應該指的是長國的某位國君，但是可能在西周建立之後，考慮到這個所謂的長國和商王朝有着比較密切的關係，於是西周的君主在西周時期對於這個長國以及其統治者接觸的情況不深，因此在相關的書籍和歷史資料裡面，對於長國的記載幾乎沒有，因此也就淹沒在歷史的長河中。並且最主要的是，在西周的初年，對於比如這種喪葬的禮儀制度的硬性規定還不是特別的死板，因此在這座長子國國君的墓葬裡面，可以看見這麼多超乎墓葬規制的事情的存在。原本是打算挖掘出老子的墓葬，但是歪打正着，在祭祀老子的遺址下面發現一座大墓。